26万呢？周和，我问你，26万呢？花了。花了！你再说一遍！花了。妈，咋了？你问你爸，咱家买房的钱没了。啥？没了？我今天去银行取钱，人家告诉我账户只剩800块。周和，26万去哪儿了？鱼塘。什么？村东头那个鱼塘，我承包了。周和，你是不是疯了？那塘死过多少鱼你不知道吗？连续赔了3年，马成海都不要了，你拿26万接手？爸，那是咱家买房的钱啊。好得很，我给你攒了8年钱，省吃俭用，你一下午给我扔臭水沟里去了。不是臭水沟，是鱼塘。有区别吗？那塘都快发臭了，去年死鱼漂满水面，谁接谁赔？那塘的问题不在鱼，在水。行，你跟水过去吧，以后别跟我过了。爸，你到底咋想的？明天跟我去一趟鱼塘，你就知道了。真买了26万！来了，疯子来了！爸，这塘真能赚钱？能。周和，听说你把房钱砸进去了，我是真佩服你。这塘去年死了20多万金鱼，你也敢接？你要干什么？他撒网了，不是应该放鱼苗吗？咋开始捞鱼了？周和，你疯了？刚接手就捞鱼？我操，真捞啊！别人养鱼往里放鱼，他往外捞。周和，我是真服你，你这是养鱼还是卖鱼？果然。爸，这些鱼病了。病了卖掉不就好了？能卖一点是一点，反正早晚赔光。我这么大，第一次见有人买鱼塘先卖鱼。周和，你不会想靠卖这些病鱼回本吧？这些鱼不值钱。不值钱你还捞？我要的是下面的东西。下面这些鱼不值钱，我要的是下面的东西。我操，味儿太臭了！爸，你笑啥？我找到原因了。什么原因？这塘根本不是鱼有问题，是底坏了。废话，鱼塘底当然是你。这周和是真傻了。爸，那车干什么的？清淤的。明天开始，我要把整个塘底翻一遍，所有淤泥全部挖掉。老板，就这塘，就这塘，淤泥太厚，水也臭，真要全清，全清，那可不是小钱。我知道。周和，鱼都让你捞的差不多了，你还要花钱挖泥，你这不是越陷越深吗？这塘以前马成海都没整好，你现在再花钱，万一还是养不活鱼咋办？哎呦，这底下都烂透了。所以才要清。周和，你真以为清了泥，这塘就能活？至少不会继续死。你别忘了，鱼不是靠泥活的，鱼靠饲料，靠苗种，靠规模。鱼先靠水活。这俩人说话咋跟打哑谜似的？行，你清，我看看你这套养水的本事。不过我劝你一句，别把最后那点家底也搭进去。鱼塘这行，光懂点书本东西没用。哎呦，又来了，这味儿也太冲了。妈，清鱼还要多少钱？清车、人工、油钱，至少还要2万。咱还有吗？家里只剩800块，而清淤还差2万。林兰啊，你也劝劝周和，男人有时候一根筋，可日子还得过，孩子还得上学。王婶，我家日子是难，但我男人没偷没抢，他靠本事吃饭。他要是错了，我跟他一起扛；他要是对了，今天笑话他的人，以后也别急着来问他。妈，你去哪儿？借钱。妈，你去哪儿？借钱。还借？你爸把家底压进去了，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拆他的台。可万一赔了呢？那就一起还。马老板，他真能折腾出东西？他当年在水产站的时候，就爱盯着水看。水有啥好看的？
别人看水是水，他看水能看出鱼啥时候死。去打听一下，他还准备买什么？买东西。清了底，下一步就该改水了。他不会只挖泥，他一定还有后手。转眼到了下午，林兰回来了。哪儿来的？我娘家借的。别说不要，我已经借来了。辛苦你了。少说这些，我只问你，这钱够不够？够清第一段。第一段？这个塘不能一次清完，要分区，先清进水口，再清死水湾，最后清塘心。你别跟我绕，还要多少钱？钱不一定最多，但时间要快。为什么？这塘3年没养好，不是鱼苗差，是水走不动。进来的水进来了，坏水却排不出去。像死水？对，死水养不活鱼。那是不是要让水流起来？你说对了一半。另一半呢？水流起来，还得有人吃掉水里的脏东西。谁吃？水草、螺丝、菌。生物循环？你懂？书上讲过，不过讲的没这么细。那你帮我记。记什么？每天水色、气味、温度，还有鱼浮头的时间。我能帮上忙？能。那我回去拿本本。你故意的？什么？让他参与进来。他不是小孩了，这个家发生什么，他早晚要知道。那你也别让他失望。不会。傍晚，第一段淤泥终于清完。第一天，进水口清淤，水色黑绿，气味重，底泥发黑。喝点儿。周河，你买的东西到了。这又是啥？能用。周河，你鱼塘里鱼都没了，你买草干啥？养塘。鱼塘不养鱼，养草。记下来。记什么？明天开始种草、放螺、改水。爸，如果真成了，这塘会变成什么样？会活。爸，我早读前还能帮半个小时。把本子拿出来。今天记3件事：水色、流向、草根。水色黑绿，进水口有轻微流动。草根，草杆记什么？根白说明草活，根黑说明水还没养起来。懂了。先吃口饭。等种完这一片。你昨晚就没怎么睡。今天要赶时间。为啥？天要变。那我帮你递。好。爸，为什么不种密一点？草多不是更好吗？草太密，晚上也强养。水草不是放养的吗？白天放，晚上抢。懂了。水草不能过密，白天供养，夜间耗养。哎呦，这是一家子都下塘啦。周河，你这是鱼没养成，改种菜了。水草不是菜，那是啥？是这塘的肺。林兰，你也不劝劝，好好的日子不过，天天跟他泡臭水塘。过日子不就是这样吗？他下塘，我递草，孩子记账，能撑一天是一天。林兰倒是真能跟他吃苦啊。周河这回要是真成了，这家人也算熬出来了。先喝。你还真打算靠这些草救塘？不是靠草，靠系统。系统，周河，你还是老毛病，说话玄乎，听不懂就算了。行，那我说点你听得懂的。我刚问过了，你昨天捞出来的鱼一共才卖了1000多，清鱼花了2万，水草、螺丝、菌种又花了几千，你还剩什么？我不是吓你，这塘要是再出一次事儿，你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。这样，塘转给我，我给你10万。10万不少啊！这塘现在这德行，还能卖10万？马老板也算厚道。周河，你现在收手，最多赔10几万，继续折腾，可就不止这个数了。10万，
不卖。嫌少？不是少，是你买不起。我买不起。这糖现在不值钱，但等它活了，你就买不起了。周和，你别把话说太满，我说的是水，不是话。那我等着看他怎么活。爸，10万你真不卖？你想卖？10万很多。10万买走的不是糖，是咱们翻身的机会。爸今天没退。哎呀，他们有啥用？吃烂叶，吃枣，把堂底慢慢养干净。那菌呢？晚上投，现在太阳太大。菌种傍晚投放，避开烈日。真要下雨？今晚有雨。下雨好啊，给你这臭糖换换水。周阳在。拿铁锹，把出水口再挖深半尺。现在？现在。是不是雨会很大？水进来，必须能出去，否则这几天白干。我去拿盆。爸，下了。周和，行不行？爸，水变浑了。别慌，这也是你算到的。算到一半。那另一半呢？那边怎么了？别人的糖可能要出事。不好了，西边鱼塘翻塘了，鱼全浮头了。第一场考验来了，雨下了一整夜。快，鱼都浮上来了，再晚就全完了。咋会这样？昨天还好好的。水太温，鱼喘不上来了。马老板呢？快叫马老板啊！开增氧剂，所有口子都打开，换水。死了，真死了！继续救，别停！西边出事了，刚才王婶过来说，好几个塘都翻了。爸，咱这塘会不会也……记什么？凌晨4点，暴雨，进水口正常，出水口正常，鱼无浮头。他们没事儿。现在没事。为什么？看水下。水草挡泥，螺石吃烂东西，进水换气，出水排脏。所以你昨天非要挖出入口？这塘昨晚没有憋死，雨不是灾，死水才是。可惜了，这鱼再养2个月，就能卖好价钱了。马老板，昨晚一共4个塘遭了灾，咱这边损失得最重。别在这说这些，先把能救的救回来。马老板，东头周河那塘没死。你说什么？周河那塘一条都没浮，我刚从那边过来，水还流着。不可能吧？他那塘昨天还臭着呢。走，去看看。暴雨后第1天，水色黑绿转浅，鱼无浮草未倒，螺蛳活动正常。先喝点儿。真没死？咋可能？西边都翻塘了，这塘比西边还臭。没事。周和，你这进出水口昨晚一直通着。水草昨天下午种的。怪不得。你什么意思？他这塘昨晚没闷住。啥叫没闷住？下暴雨前后，水体容易缺氧，底泥厚，鱼密，水不流，鱼就容易浮头。周和先把病鱼捞了，鱼少了，
又清了进水口和出水口，水能流，再加上水草和螺石稳住底，所以没出大事。你昨天就知道要下雨？看云，看风，看鱼，鱼也能看出来？能。昨天下午，塘里剩下的鱼都往进水口靠，说明原来的水闷。我爸说晚上如果下雨，坏水翻上来，鱼就更难受，所以必须提前排。这孩子记得细。一个塘没死，不代表什么。周河昨天把鱼都刀得差不多了，鱼少，当然不容易翻。真有本事，等他重新放鱼再说。也是，鱼少确实风险小，现在说成了还早。不急，你当然不急，因为你塘里已经没多少鱼了，鱼少，水才有机会活。那我等着看，你靠一塘水怎么赚钱？很快。谁是周河？我是。昨天那批鱼是你卖的？是。鱼虽然品和差，但没有药味儿，城里有人收。我今天来是想问问，你这塘后面出的鱼能不能长期供？啥？他这鱼还有人长期收？现在不供，为什么？水还没养好。那什么时候能供？30天。我可以先付定金，只要你保证不用乱七八糟的药。定金可以收，但鱼我说了算。有意思，别人求着我收鱼，你倒好，还要挑时间，水不到时候，鱼就不到时候。行，我等你30天，先算应金，2000块不多，可这是第一次有人主动上门谈生意。我来记账。嫂子管账好，养殖户最怕账不清。这账我会记清楚。周河，你这不是普通养鱼，那是什么？你是在养塘。第4天，老赵说爸是在养塘。下午，雨后天晴，拿玻璃瓶。爸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水开始分层，脏东西在沉，活的东西在动。能看水下吗？晚上来，带手电，你会看到更清楚。晚上还来？晚上看水比白天准。行，我给你们带饭。妈，我也去。作业写完？写完就去。傍晚，鱼塘安静了下来。爸，他真的活了。刚醒，还没活稳。那下一步呢？等什么？等别人急。别人急？这一场雨会让很多人知道，鱼塘不是鱼越多越好，药也不是越撒越好。等他们的鱼再出问题，他们就会来问。问什么？问水。周河，你睡没？怎么了？西边还有个塘，鱼没死完，但一直浮头，他们想请你去看看。去吗？去。注意安全。爸，我也去。跟紧。第一次，林兰觉得那26万也许真没有白花。周河，你快看看，还能不能救？昨晚撒药了？撒了，怕鱼病，还加了点回水粉。雨前撒的，先停药，开出水口。鱼太密，先捞3成。捞？这时候捞鱼不是亏吗？不捞，明早亏更多。捞鱼谁不会？他自己塘里就是这么干的。你自己定。听你的，记下来。浮头原因：水闷鱼密，雨前用药雨水处理，停药排水减密。这孩子也懂，他记得比我细。老刘的鱼塘保住了一半。周河，昨晚要不是你，我这一塘就完了。不是我救的，是你舍得捞。以前总觉得鱼越多越挣钱，现在看是我想简单了。周河，你那鱼我昨天送试了，人家说味道干净，没土腥味儿。昨天那些鱼不是病鱼吗？病的是塘，不是鱼。周老板，咱们聊聊长期供货。品相一般，但肉质不差，说明你塘里没乱用药。城里饭店现在就怕药味重，我们要的是稳定，贵点没关系，鱼得干净。我现在没鱼供。你不是有塘吗？塘在养水，水没好，不出鱼。我就喜欢你这股劲儿。
那你给个准话，什么时候能供第一批？30天后，第一批不多，1000斤，太少了，少也要稳。价格呢？普通草鱼现在4块5一斤，我们这批不能按普通鱼算。嫂子想卖多少？8块。8块，这价格高了。不只是鱼，是不用乱药、活水养出来的鱼。周阳第一次觉得母亲说话也像父亲一样硬气。行，第一批我担保8块，但我要看糖。现在就去。鱼先少放，水先养稳，后面鱼才长得快。你这套叫什么？生态鱼。不是靠猛投饲料，也不是靠乱撒药，是先把水养活，再让鱼在活水里长。这个名字好，生态鱼，城里人就认这个。可以做招牌，但你得保证品质。每批鱼出塘前，我们会记水质，记录可以给你们看。你们还做记录？这不像普通养殖户。我说吧，这家人不一样。生态鱼，一个新名字，就想卖8块。马老板，市场认不认，不是你说了算。老许，你跟我合作这么多年，别被一个新概念带偏。我做买卖，谁的鱼好，我收谁的。你还没出鱼，就敢谈高价？先谈标准，再谈鱼。标准不是嘴上说的，所以30天后看鱼。好，我也等30天。下午，老许当场签了顺购单，第一批1000斤，8块一边。这是不是说明咱家能翻身了？还早，但至少路没走错。从明天开始，准备放第一批鱼苗。放多少？别人一亩放1000尾，我们只放600。少这么多？少放，快长，少病。那鱼苗从哪儿来？现在好鱼苗不好买，县里大部分苗场都跟马场还有关系。那就不买他的。你有别的路子？有，去隔壁县。多远？80里。今晚就去。今晚就去。水养起来了，鱼也得配得上这塘水。爸，80里地真有好鱼苗？有，以前水产站合作过。这么多人，今年苗少，谁都抢，晚来1天都买不到。我要5万尾，先给我装车。老秦，咱们合作多少年了？爸，这么多人，轮得到咱吗？周和，还认得我？当然认得，以前水产站那个技术员。你怎么来了？买苗，今年不好买，很多都订出去了。你要多少？几千尾。这么少？你塘多大？够用。那边池子里的苗，你自己挑。爸，他怎么让咱先挑？以前帮过他，还有，他知道我不会乱买。鱼苗不都是越多越好？鱼苗太多，水扛不住，长得慢，病也多。周和，他怎么在这儿？爸，他们是不是认出咱了？认出来正常，鱼塘不是秘密。那怎么办？回家。买到了，买到了。这鱼也不大呀，够养吗？够。周和，别人都多放，你怎么放这么少？鱼不是越多越挣钱，活下来才挣钱。爸，怎么不放？等温度一样，突然下塘容易应激。爸，他们会活下来吗？会。为什么这么确定？因为这次先养好了水。马老板，他真把苗弄回来了，让人盯着，我倒要看看这塘水到底有什么本事。爸，
马成海来了，让他看。你不担心？鱼可以学，水也可以学，但有些东西不是看一眼就会。今天水怎么样？比昨天轻一点。水草根没黑，鱼苗没浮头，进水口有小鱼活动。再看鱼吃食，少一点。他们不饿吗？刚下塘，先让他们找水里的东西吃，饲料给太多，水会坏。爸，他们状态不错。水稳了，鱼才稳。周和，你这塘变化真快，刚起步，草活了，螺也动了，水开始转了。赵叔，啥叫水开始转了？你给孩子讲。水草吸脏，螺食清底，鱼吃天然饵，鱼粪在养草，进出水带走坏东西，这就是一个圈。所以这就是你说的系统。鱼塘不是一盆水，是一口活锅，里面每样东西都得有用。别说，这水好像真没那么臭了。鱼苗也没死，周和这套东西真有门道，要不咱也种点水草。当天傍晚，村南2个鱼塘也开始种水草。第二天，水草飘了一大片，根都烂了。周和，你帮我看看，为啥你种的活，我种就烂？清底了吗？没。挖口了吗？鱼密度降了吗？没。我想着先种草试试。那不是养水，是添乱。那咋办？先减鱼，再清浅水区，最后种草。减鱼就少赚钱了。老钱，你要是只想多放鱼，就别学他。他这套不是多，是稳。今天又有人来问，说想请你帮他们改塘。不急。为什么？这不是赚钱机会吗？咱自己的塘还没完全稳，现在出去教别人，出事算谁的？也是。那咱以后是不是能靠这个赚钱？靠技术赚钱，比靠一塘鱼稳。你一开始就这么想的？鱼会有行情，水不会。别人缺的不是鱼，是懂水的人。马老板，村里好几个人都去问周和了，还有人说要学他改塘。学？他们学不明白。那咱们还盯吗？盯。周和现在卖的是新鲜，等他第一批鱼出塘，才是真正见分晓。要不要提前压他的价？先不用，他现在还没鱼，等他有鱼的时候，再让他知道，市场不是靠一口塘水说了算。第7天，周和鱼塘里的鱼苗成活率出来了，几乎没有损耗。鱼苗成了，爸，真成了。只是第一步，下一步呢？控料，稳水，等它们长。周和，城里饭店催了，他们问第一批鱼能不能加量。不加。价格可以再高点。不加。你这人真怪，别人有钱不赚，水扛得住多少，我就卖多少。行，那我回去告诉他们。限量。记住，鱼塘不是看你放了多少，是看你最后活了多少，卖的值不值。当天晚上，同一个消息让2个人有了不同的反应。周和鱼苗成活率极高，城里饭店愿意继续等他的鱼。看他到底签了多少订单，去查老许。周和的活水系统真正转起来了。村南老钱的鱼塘一大早又出了问题。怎么又哭了？你不是照着学的吗？我也不知道，草一样，鱼也一样，咋就不行呢？去问周和。周和，帮我看看，到底差哪儿了？清淤了吗？没全清，只挖了边上。进出水通了吗？没改。那就对了。啥意思？你学的是水草，我改的是塘。我爸说过，系统不能拆着学。消息很快传开，不少原本想照搬的人都愣住了。原来不是种几棵草那么简单。周和，你就说吧，到底咋整的？我说了，你们也不一定愿意做。为什么呀？先减鱼，再清淤，改进出水，养草，养螺，最后才养鱼。减鱼我就舍不得，清淤还花钱，改水口还得找机器，这成本不低。所以学不会。
屋里，林兰也想明白了一件事：别人看见的是鱼，周和算的是整个鱼塘。第二天，老许又来了。周和，城里那边加价了，多少？9块。9块，比市场价高1倍了。人家说了，鱼可以少，但必须稳定。你又怎么了？价格高，说明供不应求，这是好事儿，也是风险。风险？价格高，跟风的人就多。你是说，很快会有人模仿？鱼苗成活率高，饭店加价收，最近还有不少人去找他学。学得会吗？看着不像。哼，学不会最好。为什么？因为真正麻烦的不是别人学会，而是别人开始相信他。傍晚，周阳放学会的第一件事儿还是看鱼。爸，涨了，真涨了！开始上标了，是不是快出鱼了？早着呢。不过说明水养对了。周阳忽然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。以前，他总觉得父亲是在赌，现在却觉得这塘鱼每长1寸，都像在证明什么。爸，看什么呢？看风向。什么风向？人心的风向。周和，出事了！怎么了？县里最大的水产批发商准备自己做生态鱼，已经开始到处收鱼塘了。谁牵头？马成海。爸，听说马老板要搞生态鱼了，人家有钱、有车、有鱼苗，周和这下难了，怎么跟人家比？爸，你不急吗？急什么？马成海也要做生态鱼，老许说他已经联系批发商了。那是他的事儿。可他要是抢走订单呢？订单不是抢来的，是鱼养出来的。今天记重点：水色、吃视、鱼背厚度。鱼背厚度也要记？要。快出塘了。30天，第一批鱼到了出塘的时候。马老板也来看热闹，看看生态鱼到底值不值8块。这鱼漂亮，腮红，身上没伤，泥腥味轻，肉应该紧，确实不错。先称一筐，个头比我想的还匀。第一筐86斤，这不像普通散户。我说了，他们卖的不是一筐鱼，是一套标准。第一批鱼全部称完，1120斤，多出来的也给我，多的留下。为什么？看后续涨势。周老板，你真是有钱也不全赚，水稳，钱才稳。行，按8块1斤，8960。没错，8960，真卖出8块了，比市场价高这么多。周和这塘真让他养活了。第一批鱼而已，量太小，真到大批量出塘，才知道能不能撑住。你说的对，所以我才不加量。鱼塘不是比谁放的多，是比谁出的稳。稳，市场可不等你慢慢稳，市场也不等坏鱼。行了，今天是好事儿，鱼我先拉走。嫂子，下批鱼我们饭店想直接挂你们的名字。挂名字？活水生态鱼就用这个名。活水生态鱼？这一批不够回本，但能还一部分急账。先还娘家那笔。你不留着买设备？账要清，人心才稳。行。爸，咱们是不是要建实验池？你怎么知道？你之前说过，一个塘风险太大，要有小池子试水。记性不错。又要花钱？不大修，先用旧砖建2个小池，一个是草，一个是苗。行，但每一笔钱都要走账。你管？我管记录。那我倒成给你们父子俩打下手的了。你不是打下手，你管命脉。周和刚赚点钱又折腾，
建试验池。鱼塘不是好了吗？还是啥？是水草，是鱼苗，是不同密度，以后大唐少走弯路。这孩子现在说的像个小技术员了。量尺寸。好。马老板，他第一批鱼卖了不到1万，也没多大动静。你懂什么？他现在不是在卖鱼，是在建门槛儿。等他把水草苗都试明白，以后别人想追就更难了。那怎么办？联系老许，他给周河8块，我给他7块，量翻10倍，降价。先把他的市场压住，再谈别的。周河，马成海那边找我了，他给你低价。你知道？猜到了。他量大，价格低，饭店那边肯定会动心。那就让他们选。你不争？我不打低价。那你打什么？打品质。第一笔钱只是开始，真正的商战已经来了。马成海降价的消息很快传到村里。7块1斤，周河，人家马老板量大还便宜，你这8块还能卖得动吗？王婶，我们鱼不一样。我不是说你家鱼不好，我是说买鱼的人会不会只看便宜？有人看便宜，也有人看品质。老许刚才来电话，城里2家饭店犹豫了。真被抢走了？有一家说先试马成海的鱼，他们会后悔的。让市场自己选。爸，咱们就不做点什么？做，把下一批鱼养好。接下来几天，周河没有降价，也没有去求订单，而是把试验池建了起来，一个放不同密度的鱼苗，一个是不同水草搭配。你这是把鱼塘搬进院子里了。大堂出事儿，代价太大。小池先试，稳。爸，以后别人就算学你，也没有这些数据。所以你记的不是流水账，是咱家的底子。一边是数据，一边是成果，整个系统正在被周河一点点摸清。第10天夜里，风很闷。怎么了？鱼塘太静了。静也不行。平时夜里有水声，今晚不对。爸，我跟你去。拿手电。怎么会这样？开进水口。我去接电。爸，进水口开了。推增氧机。一家3口一直忙到后半夜，可鱼还是死了一些。爸，继续。还救得回来吗？能救多少救多少。天亮后，鱼塘边围满了人。周河，是生病了吗？不像，出问题的都是大鱼，小鱼好像还挺好。这不像普通的病。昨天下午记录还正常，水色正常，吃食正常，晚上突然出问题。会不会是水被什么东西冲坏了？爸，送去检测。先检测。我骑车送镇上，别摇，贴好位置。放心，养鱼哪有不死鱼的？我爸会查清楚。查清楚当然好，做养殖最怕原因不明。你怀疑他？没证据的话，不能乱说。那就按规矩来，检测、记录、找原因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。对，下午鱼塘暂时稳住，死鱼没有继续增加。明明都快出下一批鱼了，怎么偏偏这时候出事？鱼塘会出事，人也会遇事。那咱是不是要赔？会，但赔了也得知道赔在哪儿。记录：夜间异常，大鱼死亡，小鱼螺丝水草暂时正常。爸，为什么大鱼死了，小鱼没死？这就是问题。周河，水里氮磷指标异常，镇上的人说像是短时间进了大量肥水。爸，你是不是发现什么了？不是鱼病，是水被人动过。氮磷异常，短时间肥锤过量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水里突然多了很多营养物，藻类会疯长，晚上就强氧，所以大鱼才死。大鱼耗氧大，小鱼螺丝水草还能扛。昨天下午还正常，晚上突然出事，说明不是慢慢坏的。继续说。如果是咱们自己投喂出问题，不可能几个小时就变这么快，除非外面有东西进了塘。明天查进水沟。爸，这里有白色颗粒。
这是化肥，先留样。这里也有，像小三轮的轮子，记下来。进水沟上游发现白色颗粒，附近有3轮车印，取样留存。要不要现在去问人？先别问，证据不全。可咱家的鱼都死了。越是这种时候，越不能凭气说话。水不会骗人，人会。帮我跑一趟镇上。你怀疑有人把肥水冲进来了？先检测。行，我去。要是查出来真是化肥怎么办？先把糖救回来，再处理事儿。周阳，试验池里的草取一半，好，补到浅水区。林兰，联系老许，下一批鱼暂缓。暂缓，订单会不会丢？鱼没养好，不能出。我去打电话。你帮我借一台水泵，我现在去。周和，饭店催得紧，你现在说暂缓，他们会不高兴。可以退现金。退？该退多少？我现在算。你们是真不怕丢生意？怕，但坏鱼卖出去，以后就没生意了。我回去跟他们说你们这边宁可延期，也不出问题鱼。他们会信吗？会。做饭店的人最怕供应商瞒事，你们愿意说实话，反而是底气。父亲守的不是一批鱼，是名字，是活水生态鱼这几个字。样品里确实有化肥成分，那就是有人往沟里倒了。从结果看是这样。这事儿不能小看，破坏人家鱼塘是要担责任的。就是，有啥竞争，不能这么干。你们看我干什么？周和，你不会怀疑我吧？我只看证据。那就好，没证据的话，话别乱传。所以我没说。这事先别吵，该流量流量，该报村里报村里，让村里一起看着查。我同意。我把记录整理出来，周和会急。我把这几天的水质变化抄一份。马成海回暖会闹，可周和没有，这反而更难缠。周和，你这个记录很细，从水色到时间都有。养鱼靠记录，查事儿也靠记录。这事儿村里会配合。进水沟上游那段路，谁家车走闻过？但有一点，不能私下冲突。我明白。我们只要真相和赔偿，不要乱闹，这样最好。鱼暂时稳住了。今晚还要守。你累不累？累。那也歇一会儿。爸，大鱼为什么先死？我今天懂了，因为他们最需要养，水一乱，最强的反而先扛不住。所以养塘不能只看谁长得快，要看整个水能不能撑住。爸，咱能赢吗？能，因为水已经告诉我们答案了。鱼没有再死。接下来怎么办？查源头，然后把这塘救活给他们看。爸，是不是查到了？真相开始浮出水面。昨晚问过了，那段进水沟附近只有他的车经过。周和，我真不是故意害你，我就是替人送东西。替谁？你想清楚，我们只问事实，不会为难你。是马老板那边的人。马成海？我没见着马老板本人，是他手下给我的活儿，说把几袋肥料送到上游那块地，我也不知道雨一冲会进你们鱼塘。袋子呢？还有2袋没送完，在我车棚里。带我们去看，先取样，再对检测。包装袋上的肥料成分和进水沟残留物初步对应。这事儿不小，我先通知镇里，按规矩办。损失也要算清楚，死鱼多少，停工多少，救塘费用多少，都要有账。应该的。你把知道的说清楚，别添，也别瞒。我说，我都说。周和，你这是摆阵仗？不是阵仗，是事实。马老板，这个事儿需要你配合说明一下。肥料是我的，但我让人送去的是上游田里。至于为什么进了周和的鱼塘，这中间是不是操作不当，该怎么查怎么查。你一句操作不当就完了。周阳，我可以赔一部分损失，但你也别把事情往大了说。死鱼损失、救塘费用、订单延期损失、检测费用、人工费用都有记录。你们还真是准备得齐。我们是养鱼的，不是吵架的。账清楚，事儿才清楚。镇里很快来人了，有陈二海的证词，
加上证据清晰，还有周阳的记录账本，责任链条很清楚，该赔偿赔偿。后续如果还有争议，可以依法走程序。你真要把事做绝？我只要你按损失赔。你知道我这几年带了多少养殖户吗？所以你更该懂规矩。最后，马成海签了赔偿协议，赔偿死鱼、旧塘、延期订单等费用，数目不算让他伤筋动骨，却让一个靠渠道和名声吃饭的人在村里丢了信誉。爸，咱赢了。没赢。那这算什么？只是把损失追回来。真正赢是把塘救回来。还有订单，老许那边已经压了3天，再拖下去，人家也难做。明早测水，如果水稳，3天后出第2批。我今晚守。先吃饭。我不困。你不困，你妈困。吃完再守。一家人难得轻松了一点。3天后，第2批鱼出塘。鱼没问题，原期的事儿老许跟我说了，你们敢停工，不敢糊弄，这点我认。谢谢理解。以后我们店门口就挂活水生态鱼，但你们必须长期稳定，能供多少提前说清，供不了不应接，这生意做得踏实。爸，咱真缓过来了。还不够。还要做什么？扩大。现在？不是扩鱼，扩系统。你这是要做一片塘？一个塘抗风险有限，一片塘连起来，水能互相调。我们能跟吗？能，但有条件，按标准来，不乱放苗，不乱用药，水质记录每天做，做不到就别进。你这要求真严，水不认人情，标准松了，塘就坏了。我跟，我也跟。父亲不只是要把自家塘能救活，他要把活水系统变成一套真正能复制的东西。第2天开始，几家鱼塘一起动工，先改进出水口，再修排水池。你现在不光养鱼，还要修河？不是修河，是让水有路走，这才是关键。水走得通，塘才活得久。半个月后，水产大会在县城招待所召开。马老板这次要定规矩了，怕是顶不住。生态鱼这块市场不能各卖各的，我准备统一鱼苗、统一饲料、统一出货，量大价稳，这才是市场要的东西。周和，你觉得呢？统一可以，但你统一的是鱼，不是水。你又要讲水。生态鱼的根不是招牌，是水体。每一批鱼都有账，都有记录。我做鱼行这么多年，能把每批鱼说清楚的养殖户不多，周和的鱼供应少，但稳定，这一点我们认。哼，记录做得漂亮，不代表能扩大。这是什么？生态农场。鱼塘底泥，发酵后进果园，果园草料，处理后进鸡舍，鸡舍肥料不直接下塘，先进肥水池，再过水草沟，最后回鱼塘。这不是乱搞，这是种养循环。我愿意跟，我也跟。你步子迈得太大了，不迈，永远只是一口塘。你真以为生态农场这么好做？一个环节错了，所以先盘都受益模式。那我等着看。真要做，先做1亩试验地，不能再借大钱，只能用鱼塘赚的钱滚。听你的。我负责记录试验地，作业也得负责，都负责。回村后，周和没有急着扩塘，只在鱼塘边租下一小块荒地，先挖提饭制，再修水草沟，又搭了一个小鸡舍。村民们一开始看不懂，可第3批鱼出塘那天，大家都明白了。以前我收的是一塘鱼，现在收的是整个活水联盟。第3批鱼卖出18000，价格没降，品质更稳。外债还清了，真还清了，真还清了。第3批鱼出塘，外债还清。活水联盟成立不到2个月，天开始不对了。先是半个月没下雨，田里的土一脚踩下去全是裂缝。周和，我那塘水位降了半尺，河沟见底，鱼开始浮头了。我那边也不稳，增氧机开了1夜，鱼还是不肯下去。从今天开始，联盟所有鱼塘减料30%，少喂。天旱水少，鱼吃得多，排得多，水会坏得更快。我回去通知。最危险的是村南2口塘，先保那边。咱们主塘呢？主塘水位还能撑，但不能乱动。
开备用水水路，铲屎池统一调水。铲屎池里的水缓缓流向最危险的鱼塘。这水放出去都是钱啊！水在塘里是钱，流起来就是命。这句话一出，没人再说话。整个活水系统像一台进入节能状态的机器，慢，但没有停。第5天，几口危险鱼塘稳住了，可村外没有加入联盟的鱼塘开始出问题。周和，帮我看看吧。愿意按标准改吗？愿意。先减鱼密度，再通水路，不乱投药，能做到我就帮。做。那就先救能救的。下午，临时水渠再次打开，几口快要撑不住的鱼塘被一点点稳住。高温第10天，一场雨落下来，不大，但足够让所有人松一口气。我还以为你们这批要断，量会少，品质没问题，少点没事儿。现在城里都知道了，活水联盟不光会养菊，还能保塘。这话可别说太满。我不说，市场会说。不远处，马成海默默看着这一切，他没有再说什么。他的低价鱼出货多，可品质不稳，退货越来越多。而周河这边出的少，却稳。1年后，曾经那口废弃臭水塘已经变了模样，活水联盟的牌子挂在周家院门口。爸，第1本写满了。第1页写的是第1次清塘，最后1页写的是活水联盟第1年的全部数据。再开1本。周师傅，我想问一句，养鱼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？不是鱼，是水。鱼能卖1季，活水能养1辈子。没有人说话，只有水声轻轻流过。别人养鱼，周河活了一整片水。